喂。随着2019年 iPadOS 的推出，在每年 iPadOS 更新后的这段时间里，我都会问一个问题：下一台电脑可以是 iPad 了吗？今年随着台前调度 Stage Manager 的推出和不断完善 ，iPad 也有了多任务运行。那是不是 iPad 替代手提电脑就在今年了呢？于是我就给我古老的2018 iPad Pro 装上了测试版的 iPadOS 16.1。是的，2018 iPad Pro 也能使用台前调度了，香！当然，为了能和手提电脑进行一番彻底的比较，我为此还搞了一套键鼠给 iPad Pro， 豆蔻的 iPad 用的保护壳加键盘加一个支架，把 iPad 安上看一下。所以今天就和大家聊聊这一套 iPad 组合这段时间以来我的使用感受。对于台前调度，一句话概括：早去哪儿了 ？iPadOS 之前出过的分屏多任务，总给我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用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不爽，所以我的使用频率也几乎为零。而这次的台前调度使用感受就通畅多了，感觉格局一下子就打开了。首先它的设计是能感受到苹果团队真的有认真考虑触摸交互的，窗口的缩放、全屏和关闭以及新窗口的加入，不仅是使用鼠标，使用手指操作的时候也是很方便的。这让我不禁想起最近看到的一个视频当中的讨论，那就是微软的 Surface 做的也很不错，但为什么一直就只能在手提电脑市场交战，而 iPad 就一直牢牢占据着平板市场的头把交椅？我觉得关键就在于 iPad 不仅能和键鼠兼容，而且在它的老本行触摸交互上不仅没有丢掉，而且它还一直越做越好了。关于台前调度本身，相信大家已经看了不少的视频介绍了。现在 APP 的窗口终于可以灵活调整大小了，而且多窗口也可以叠放，这样才有一种真正的电脑的感觉嘛。用户可以打开多个窗口，而且每个窗口都可以放得比较大，窗口当中的字体也相对更大。对于本身屏幕就要比手提电脑更小的 iPad 来说，这一点相当重要。举一个我个人比较在乎的使用场景，发邮件时粘贴附件。现在的 iPad 可以完全实现和手提电脑一样的操作，一边打开一个邮箱窗口，然后在另一边打开一个文件夹窗口，把文件夹当中想要粘贴的内容直接拖拽到邮件当中，就完成操作了。我还想聊一个让我非常惊喜的点，在日常的办公中 iPad 肯定是只能作为 MacBook 的备用机的，但在有一点上 iPad 第一次让我有了它能击败 MacBook 的感觉，那就是 Face ID。 在我准备登录邮箱账号的时候，因为现在 iPad 看上去就和 MacBook 非常类似，于是我就下意识的去到了键盘的右上角，准备用指纹解锁，然后登录账号和密码。但因为这是 iPad， 所以它理所当然跳出来的就是 Face ID。 就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 Face ID 扫描完成，账号和密码就自动输入完成，登录邮箱。这个操作简直是一气呵成，好家伙，这番操作让我在登录邮箱之后原地愣了好几秒。所以我想说，苹果 MacBook 什么时候上 Face ID？ 聊完系统和软件，我还想聊一聊这一套硬件。 iPad 可玩性很高，在配件上你可以购买苹果自家的 Magic Keyboard， 当然也可以购买各家的第三方键盘。像豆蔻的这一套，当时吸引我的就是因为在照片上它的看上去类似于 MacBook 的铝合金材质，就让我觉得，这个键盘好像不太一样，我想体验一下，想玩一下它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在键盘和触摸板的手感上，豆蔻这套键盘的手感尚可，但有一些粘滞。键盘本身的回弹力，初上手时觉得不错，但是使用久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个回弹力好像是带了一个反伤段的回弹力。在你打字久了之后，手指就渐渐感觉到了它的那种攻击性。总的来说，肯定是比不上苹果自家的 Magic Keyboard， 但是有一说一，这个手感也尚算不错了。触摸板也挺不错的，但是有一点让我很难习惯，就是在触摸板上摁确定，就得真的摁下去，而不是只能轻点。这一点真的是让我习惯了好久都没法适应，所以在和豆蔻的这套键盘使用的时候，我还是更倾向搭配一个鼠标。接着就是这套设备给我的最痛苦的一个点，就是它屏幕翻转的角度不够。如果手要舒适，我就会把这套设备放在这样的高度，但如果这样 iPad 的屏幕又无法翻转到垂直于我视线的角度，所以导致我看这块屏幕的角度会有些尴尬。而如果我用一个电脑支架把 iPad 放到一个合适的高度时，我手
打字的角度又很不合适，导致我的手腕很快就会酸。关于这个问题，我去网上搜了一下，就算是苹果自家的 Magic Keyboard 也会有同样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难道是目前实现一个合适角度的技术有什么困难吗？ Unique two-piece design magnetically attaches to the smart connector. 然后是重量。这些配套键盘的重量可都不轻，这也是我一直以来无法理解以轻便为理由购买一套 iPad 加键盘的组合，而不是直接购买 MacBook。iPad Pro 加一套键鼠，无论是重量还是价格上，都和一台 MacBook Air 不相上下。基于你购买的型号和存储空间大小，谁胜谁负还真不一定。所以在好长一段时间里面，我也一直在思考，究竟这样一台套装使用场景是什么？在某一次参加会议的时候，我终于把这个问题给想明白了。这套组合适用于那些有笔记本电脑，但电脑并不是像 MacBook Air 这样轻便电脑的人使用。比如我携带一台16英寸的 MacBook Pro 参加会议，感觉仅仅是为了处理一些邮件工作而带这么一台重量的电脑，有些不值。但你让我为了这些场景又再另外购买一台轻便的笔记本电脑，又过于奢侈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因为我本来就有一台 iPad Pro， 这时候再加上一台这套设备，让 iPad 变身，在处理一些轻便的日常工作时已经足够应付了。更何况豆蔻这套设备还有 Hub 功能，临时用 U 盘拷一个 PPT， 或者想看一下相机存储卡里的照片，又或者需要用 HDMI 投个屏，也能够应付。总结 iPad 台前调度的使用体验总的来说还不错。一方面我理解苹果做产品10年磨一剑的耐心，就像台前调度，苹果默默做了好几年的铺垫，终于连上了 iPad 在生产力上所缺失的那一环。另一方面我还是想说，这样的功能早就该来了。以前苹果在发布 Magic Keyboard 想以此来释放 iPad 生产力的时候，我的反应就是而现在软硬件的结合终于让我看到了 iPad 轻度办公的能力。好了，视频的最后感谢豆蔻的支持，他们也送出了额外的福利，只要在微博转发这个视频并且豆蔻和我的微博，就可以参与抽奖。奖品就是这个键鼠套装里面的蓝牙鼠标，一个鼠标可以连接3台设备。那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小天，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